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300年，也是无数新势力快速崛起的时代。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的3个世纪里，100多个诸侯国相互征伐，昔日的周天子沦为吉祥物。从齐桓公尊王攘夷到晋文公退避三舍，再到勾践卧薪尝胆，这300年，旧秩序被彻底打碎，新规则在血火中重写。本期视频将带你一口气看懂春秋300年的局势演变。公元前771年，周幽王宠幸褒姒，迫害太子宜臼。宜臼的外祖父申侯愤而迎犬戎，攻破镐京，幽王被杀。随后郑卫进秦出兵秦王，赶走犬戎。第2年，宜臼继位并迁都洛邑，建立东周。随着周王室实力一落千丈，昔日天下共主的地位沦为虚拟。一些强大的诸侯国纷纷打着尊王的旗号争夺中原霸权。中原各诸侯中，最先崭露头角的是郑国。郑国本起源于关中，后迁徙至河南新郑扎根，先后吞并东国、会等周边小国。郑庄公在位期间，凭借强盛国力和王室权臣身份，联合齐国和鲁国打压宋、陈、魏、蔡4国，兼并代国、许国。之后又获得扬帆、传毛等地，使郑国称霸中原一带。就在郑国称霸中原时，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也在快速崛起。齐国依托盐铁贸易积累财富，国力强盛。齐僖公在位时，多次主持诸侯会盟，调停诸侯争端，使齐国声名远扬。南方的楚国则以武力开疆拓土，楚武王自立为王后，接连征服汉水流域各诸侯，疆域与实力大幅提升。至此，郑国凭权谋纵横中原，齐国借附属崛起于东方，楚国靠武力威慑南疆，形成了三小霸鼎立的格局。郑国崛起后，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态度日渐骄横无礼。公元前707年，周桓王为打压郑庄公，罢免其亲事之职。郑庄公当即以拒绝朝觐作为回应。为维护王室权威，同年秋季，周桓王联合陈、蔡、魏等国出兵讨伐郑国，双方大战于虚葛，结果联军大败。周桓王也在混战中中箭受伤。虚葛之战让周天子的最后一丝权威被彻底击碎，春秋争霸的序幕自此正式开启。此战让郑国声威远扬，但好景不长，郑庄公去世后，郑国因权力之争陷入长期内乱，国力很快衰弱。郑国衰落之后，中原列国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。这时候，东方的齐国正赶上齐襄公当政，朝堂混乱，政局不稳。于是，公子纠在管仲的护送下逃到鲁国，公子小白则在鲍叔牙的保护下流亡到莒国。公元前685年，齐襄公和公孙无知接连被杀，大臣高息派人通知江小白回国继位。鲁国得知消息后，一边派兵护送公子纠回齐国争位，一边派管仲带兵在半路拦截公子小白。小白被管仲的箭射中腰带，靠装死才逃过一劫。之后，他日夜兼程地赶回临淄，抢先一步登上了君位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。齐桓公继位后，立刻派兵迎战鲁军。在前十之战中，齐军大获全胜，鲁军被打得节节败退。迫于齐国的军事压力，鲁国只好杀了公子纠，并把管仲交给齐国处置。齐桓公听闻管仲贤能多才，于是听从鲍叔牙的建议，不仅没杀管仲，反而任管仲为相，把国家政事委托给他。在管仲的精心治理下，齐国很快实现国富兵强。齐桓公开始着手对外称霸。公元前684年春天，齐军大举进攻鲁国。鲁庄公采纳了曹刿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的战术，在长勺之战中暂时挫败了齐军。之后，齐桓公调转矛头，消灭了实力较弱的谭国。仅3年后，齐桓公再次出兵打败鲁国，还顺势灭了遂国。齐桓公威望大幅提升。后来在卷地，齐桓公被各国诸侯推举为盟主。此后数十年，他靠着强大的国力，频繁和诸侯会盟征战，慢慢让中原各国都臣服于齐国。其霸业初步成型。从公元前664年开始，北方的三戎和狄人部落不断向南侵犯，经常骚扰燕国、邢国和魏国。齐桓公采纳了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策略，先和燕国联手出兵打败了三戎，还把打下的土地送给了燕国。接着又联合宋国、曹国一起赶走了敌人，还帮被敌人侵扰得破败不堪的邢国、魏国重建了城邑。就这样，齐桓公在诸侯中的威望更高了。就在齐国忙着应对北方战事的时候，南方的楚国不断向北进军，先后吞并了申国、西国、邓国，势力一步步渗透到中原地区。为了阻止楚国北进，公元前656年，齐桓公亲自率领齐、鲁、宋、陈等8国军队攻打楚国的盟国蔡国。
蔡国未经交战便望风而逃。之后，诸侯联军进驻楚国边境，向楚国施压。楚成王见状，立即派大军迎战，但看到联军声势浩大，又不敢贸然开战，就派屈完去和齐国议和。齐桓公见震慑楚国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就在昭陵和楚国签订了盟约。公元前652年，齐桓公拥立太子正继位，这就是周襄王。第二年的葵丘会盟上，周襄王特意派使者赐座于齐桓公，其霸业达到了顶峰。正所谓盛极必衰。公元前643年，齐桓公病逝，齐国陷入五子争位之乱，齐国的霸业也就此衰落。齐国霸权衰落后，曾北上受阻于齐的楚国再次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原。此时，在齐国争权失利的太子昭逃往宋国求援。宋襄公曾受齐桓公之托，承诺对太子昭予以照应。他随即向各国发出号召，提议联合出兵护送太子昭回国继位。无奈宋国影响力有限，最终仅有魏、曹、朱三个小国响应出兵。于是宋襄公率领这支联军北上，介入齐国内乱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齐国贵族不明联军虚实，临阵倒戈支持太子昭，齐国之乱就此平定。宋襄公也因此声名鹊起。在声望的加持下，宋襄公效仿齐桓公会盟诸侯，图谋称霸。但宋国实力和威望不足，中原各国多有不服，宋襄公只能靠打压曹真等小国立威。公元前639年，为争取楚、齐等大国支持，宋襄公执意邀请各国于余地会盟，意图确立自身盟主地位，被楚成王设伏兵擒获。楚国趁机派兵攻打宋国魏国后，才在鲁国的调停下被释放。这场羞辱让宋襄公决心复仇。公元前638年夏，宋襄公联合魏、许、滕三国进攻依附楚国的郑国，楚成王派军攻宋，宋楚两国在洪水展开决战。宋襄公拒绝木仪趁楚军半渡而击的策略，坚持不击不成列的陈旧军礼，错失战机，被楚军优势兵力击溃，自身也中箭重伤。第二年，宋襄公伤重而亡。经此一役，宋国国力大损，从此沦为二流国家。春秋初年，晋国分裂为曲沃和邑，彼此攻伐数十年。后来曲沃武功攻破邑城，晋国再度统一。其子晋献公继位后南征北伐，先后派兵灭耿、霍、魏等国，北破狄戎，之后又以假道伐国之计吞并虞国两大强敌，使晋国雄踞北方。后来晋国发生骊姬之乱，致使太子韩渊自尽，公子重耳逃到了狄国，夷吾流亡到了梁国。晋国因楚魏之争陷入动荡。公元前650年，夷吾在秦国支持下返回晋国继位，被称为晋惠公。晋惠公背信弃义，晋人多有不服，因忌惮重耳声望，便派人追杀重耳。为求生机，重耳再次开启流亡之旅。他先后辗转魏、齐、曹、宋、郑、楚和秦等国，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，直到晋惠公病死，重耳才在秦国的帮助下，于公元前636年回到晋国夺取君位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。晋文公继位后，重用贤臣，整顿吏治，晋国国力得到恢复。巧的是，重耳继位不久，周朝王子待发动叛乱，周襄王仓皇出逃，郑国求援。晋文公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提升晋国声望的绝佳时机，当即亲率大军奔赴洛邑，一举平定叛乱，将襄王护送回洛邑。周襄王感念其功，把南阳8座城邑赐给晋国。有了这块土地，晋国日后挺进中原就方便多了。公元前633年，楚成王亲率大军围困宋国，宋国向晋国求援。晋文公采纳胡衍的计谋，于第二年春出兵进攻楚国的盟国曹魏。晋军行至魏国边境，向魏国借路，遭魏成功拒绝。晋军随后迂回渡河，直取五路。魏人见晋军威势，惊恐之下赶走魏成功。晋国兵不血刃，便控制魏国。随后晋军挥师南下，一举攻破曹国都城，控制曹国。按照原计划，晋军攻曹伐魏本是为了引诱楚军北上，以逸待劳与之决战。可楚成王不为所动，依旧猛攻宋国都城。于是晋文公采用先整计谋，将曹军扣押，再把曹魏两国的土地分给宋国。楚成王见久攻不下宋国，于是下令撤军。然而楚将子玉却执意要与晋军决战，楚成王拗不过他的坚持，只拨给他少量兵力，放任其北上。为了引诱楚军北上，晋文公又采纳先轸的建议，将楚国使者宛春扣押，并迫使曹魏两国与楚断交。子玉闻讯怒不可遏，当即亲率大军昼夜兼程，直扑晋营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，晋文公随即命全军后撤90里。当子玉带着怒气冲冲的楚军追到城濮时，却不知晋文公后退，既是报答当年楚成王的礼遇，
更藏着诱敌深入的计谋。公元前632年4月6日，晋楚两国在城濮展开决战，轻敌冒进的楚军大败而归。城濮之战后不久，晋文公召集诸侯在建土会盟，周天子亲往犒劳晋军，正式册封他为侯伯。自此，晋国接过中原霸主之位。秦国本是西陲小国，相传西周孝王时期，一名叫妃子的嬴姓后人因养马有功，被封到了秦地，妃子就以封地为氏，被后世称为秦妃子。从此之后，秦人世世代代为周王室养育战马，驻守西陲。公元前770年，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，被册封为诸侯，秦国自此立国。周平王将祁山以西的土地赐封给秦襄公，并立下盟誓：戎人无义侵夺我祁山风水故地，秦国若能驱逐戎人，此地即归秦国所有。秦襄公受封后即刻整顿军备，出兵西戎，在行军抵达祁山时病逝。秦文公继位后，继承东晋伐戎的战略。经过数十年征战，秦军打败西戎主力，戎人部落仓皇北逃。秦文公顺势收拢齐州移民，将祁山周边土地尽数纳入秦国。文公之后，秦国经数代国君经营，在讨伐西戎的战争中节节胜利，先后灭荡色戎，击败归济两戎部，征彭细戎，灭小国，完全控制齐封之地，版图向东推进至关中东端，成为西方举足轻重的新兴强国。公元前660年，秦穆公即位。当时秦国东进之路被强邻晋国所阻，为了缓和双边关系，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女儿。晋献公去世后，秦穆公又以晋国割让河西8邑为条件，帮公子夷吾回晋国当了国君，也就是晋惠公。可晋惠公一登基就反悔，不肯割地。后来晋国遭遇大旱，派人向秦国求救，秦穆公发起了泛舟之役，将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晋国。可等到秦国遭遇旱灾，反过来向晋国求援时，晋惠公却以怨报德，不仅拒绝援助，还趁机进攻秦国。秦穆公大怒，于是亲自率军出征晋国，在韩原一战中大败晋军，还活捉了晋惠公。最后晋国只好割让河西8邑，并把太子羽送到秦国当人质，晋惠公才被放回。公元前637年，晋惠公病逝，太子羽偷偷逃回晋国继位。秦穆公对此大为不满，就从楚国把流亡了19年的晋国公子重耳接了过来，帮他返回晋国，夺取了君位。这就是晋文公。秦穆公本来想通过扶持晋文公，间接控制晋国，可没想到晋文公反借着秦国的力量巩固统治后，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军，直接称霸中原。秦穆公的算盘落了空。公元前628年冬季，晋文公与郑文公相继去世。秦穆公认为东晋时机成熟，决定突袭郑国。公元前627年春，他任命孟明视、西乞术等人率军东进，越过晋国边境，抵达华国时，被郑国商人咸高识破。孟明视等认为消息走漏，突袭计划难以实现，遂攻破华国，掠夺物资后撤军。晋襄公得知消息后，随即任命先轸率军前往崤山阻击秦军。晋军在崤山凭借险要地势全歼秦军，孟明视等主将被俘。公元前625年，为报崤山之败的耻辱，秦穆公又命孟明视率军伐晋，双方在彭衙交战，秦军再次战败。同年冬，晋军攻入秦国，夺取汪地。第二年，秦穆公再次命孟明视率军伐晋，秦军东渡黄河后，孟明视下令焚毁渡船，以示决心。秦军士气大振，先后攻占晋邑王关、交邑。晋军见秦军势胜，坚守城池，拒不出战。秦军遂南下至毛巾渡口，南渡黄河后抵达崤山，纪念阵亡将士后班师回国。第二年，晋军又攻占秦国原地和新城。东进中原的尝试接连受挫后，秦穆公审时度势，将扩张重心转向西方戎狄部族。当时秦国周边分布着众多戎狄部落与小国，秦穆公先将陆浑戎强制东迁，将其踢给晋国，之后又以由于为向导，率先征伐与秦接壤的强敌绵诸。随后秦军顺势西进，征服翟戎、桓戎等部，义渠等强戎亦迫于兵威臣服。秦国由此称霸西戎，开地千里。秦穆公称霸西戎后，秦国的几代国君都延续着对抗晋国、靠拢楚国的策略。可秦国多次攻打晋国后方，却难得一胜。纵观春秋之势，秦国一直被晋国和楚国一北一南压制，无法东进，始终没能参与到中原的争霸中去。城濮一战，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遭遇重挫，只能调转矛头，把战略重心转向东方。在这之后，楚国接连攻灭了姜、陆、辽等国，还出兵攻打了群书和曹地，一步步巩固东方的势力范围。
时间来到公元前613年，楚庄王继位，可这时候的楚国早就深陷内外交困的局面。咱们先看外部，北方的晋国早就坐稳了中原霸主的位置，还拉着诸侯联军没完没了地向楚国施压。再看周边，西南的百仆，东方的群书，还有西方的庸国，一个个都蠢蠢欲动，就等着找机会摆脱楚国的控制。面对危局，楚庄王首先对庸糜和百仆叛乱发难，他派遣大军发起雷霆攻势，联合秦巴两国兵力发起围攻，灭庸糜两国，稳固西部边境。随后，楚成王又将目光转向北方，当时中原各国里，还是晋国实力最强，西边压制着秦国，东边牵制着齐国。不过巧的是，晋国当时的国君晋灵公是个出了名的暴君，这就给了楚庄王北上的绝佳机会。公元前608年，楚国联合郑国进攻宋、陈两国。晋国派赵盾率军救援晋楚在北临交战，晋军战败而归。第二年，楚国再次命郑国进攻宋国，晋国派兵攻郑，又因为楚国援军而被迫撤退。公元前606年春，楚庄王亲率大军北上，以秦王名义讨伐陆浑之戎。楚军一路推进至洛水之畔，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，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，上演官兵于周江的壮举。就在楚国北上接连取胜的时候，楚庄王心里清楚，要想争霸，先得稳住自己的王位。当时专权的若敖氏家族成了他的眼中钉。这个家族从楚武王时期就开始执掌军政大权，势力盘根错节，还出了不少有名的大臣。当年城濮之战，楚国的主帅陈德成就是这个家族的人。自楚庄王时期，首领窦月娇权势日盛，野心膨胀。公元前605年，庄王以北伐为名调起出兵，窦月娇却于真野举兵反叛，率私兵突袭郢都，楚庄王被迫撤离。后来在高虎决战中，楚庄王叫来神射手养由基射杀窦月娇，叛军溃散，叛乱由此平定。公元前597年，楚庄王下令让孙叔敖率军讨伐郑国，郑国投降求和。同年夏天，晋国主帅荀林甫率领大军赶来驰援郑国，可等他们到了，才发现郑楚已经议和了。这时候晋军内部意见不合，主帅荀林甫觉得楚军势头正盛，主张撤退。中军左仙狐却执意要开战，还没等荀林甫下令，就擅自率领部队渡过黄河追击楚军。韩厥担心仙狐孤军深入会出问题，就劝说荀林甫率领主力部队跟进。最后晋军虽然全员渡过了黄河，可将帅不和，政令混乱，整个军队的阵脚早就乱了。楚庄王听说晋军渡过黄河，于是率军迎战。随后两军在毕爆发大战，晋军举棋不定，政令不一，结果大败而归。毕之战的胜利让楚庄王实现了饮马黄河的壮举，一时间威震中原。毕之战后，楚军乘胜进逼中原诸侯，郑许两国相继归附。随后攻灭宋国的盟国萧国，继而围困宋国都城，迫使宋国与楚媾和。自此，中原主要中小诸侯国纷纷背弃晋国，转而依附楚国。不过，仍有部分诸侯坚守对晋盟约，其中以宋国最为坚决。为瓦解晋国同盟，楚庄王采取联合秦齐制约晋国的策略。为制服宋国，楚庄王于公元前595年派使者申州出使齐国，特意下令申州不向宋国借道，以激怒宋国。果不其然，申州途经宋国时被大夫华元拦下斩杀。楚庄王立即派大军讨伐宋国，楚军包围宋都数月之久，宋最后被迫臣服。这时候齐国的情况也有变化，齐顷公刚继位不久，急于摆脱晋国的控制，就下令攻打依仗晋国撑腰的莒国。这一下直接让晋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，秦国也趁机对晋国发起了进攻。不过在涪氏之战中被晋国打败。在晋国霸权陷入迷茫的这几年里，楚庄王联齐自晋的战略效果很明显。晋国长期被牵制在北方，忙着跟齐国周旋，基本没精力顾及南方的楚国。可好景不长，公元前591年，楚庄王病逝，楚国内部的矛盾再次爆发。令尹子重想要报复与他结怨的申公乌臣，乌臣察觉到危险后，趁着出使齐国的机会，偷偷投奔了晋国。子重得知后大怒，下令诛杀了乌臣留在楚国的同族。乌臣悲愤至极，于是晋景公任命他为大夫，还派他去了吴国。乌臣在吴国把中原的军政之术和抗楚谋略都传授给了吴人，这也为后来吴国的崛起埋下了伏笔。邲之战失利后，晋国转而全力侵略北方，接连攻灭赤敌各部，疆域得以大幅扩张。楚庄王去世后，晋国趁楚国陷入动乱之机，于公元前589年在安之战中制服齐国，
随后又联合东南的吴国牵制楚国，楚国自此逐渐陷入弱势。到了公元前583年，晋国在晋伐、蔡公、楚破省之战中成功攻入楚国本土，楚国的霸业也就此终结。晋厉公继位后，本想和秦国罢兵结盟，可秦桓公却背弃了令狐之盟，联合白狄攻打晋国。于是，晋厉公于公元前578年发起了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。他集结了齐、宋、魏等8国军队，约12万人讨伐秦国。秦国则派出6万兵力在泾河以东迎战，双方在麻遂展开决战，最终秦军大败，秦国自此一蹶不振。公元前575年，晋楚又大战于鄢陵，楚军再次大败而归。经此一役，晋国威震诸侯，独霸中原。之后，晋秦、晋楚虽仍有交战，但晋国大多占据上风。然而，连年征战让各国民生凋敝，中小诸侯也疲于奔命，再加上晋楚长期势均力敌，难分高下。于是，宋国的华元和项须先后发起了2次弭兵会盟，晋、楚2大国借着弭兵会盟瓜分了霸权。此后数十年里，中原地区的争霸战争大大减少。但和平的表象之下，大国兼并的步伐并未停歇。在东方，齐国南征莒国，北伐燕国，又向东侵吞了东莱。在北方，晋国先后攻灭肥谷2国，不断进攻鲜于等敌人部落，又于公元前525年吞并陆浑龙。在南方，楚国向东兼并周来和钟离等国，又向南征服百仆。就这样，晋楚南北并立，霸权稳固。而随着东南吴越2国强势崛起，春秋争霸的主战场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。吴国是春秋时期长江下游的一个小国，相传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避居江南时建立的。因为远离中原，吴国早期发展相对滞后，一直到吴王寿梦在位时，才迎来了崛起的契机。而这个契机其实和晋国的战略调整有关。晋国在邲之战中败给楚国后，为了牵制楚国，就想出了联吴制楚的计策。他们特意派了楚国的王臣屈巫，带着一队战车来到吴国，专门教吴人乘车、预设和列阵的技巧。和晋国交好后，吴国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快速发展，国力很快强盛起来，开始和楚国争夺江淮地区的霸权。自公元前584年吴军攻下楚国的周来起，此后将近60年里，吴楚2国先后爆发了数十次战争，吴军胜多败少，逐渐占据了上风。到了公元前515年，吴国公子光发动政变夺得王位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王阖闾。阖闾继位后，任用楚国王臣伍子胥、伯嚭当谋士，又任命其人孙武为将军，让孙武传授兵法，操练军队。在这几位能人的管理下，吴国很快就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势头。公元前512年，阖闾接连出兵灭掉归附楚国的徐国和中吴国后，想趁机大举进攻楚国，可孙武却认为时机还没成熟，劝他暂缓行动。阖闾听从了孙武的建议，又采纳伍子胥的计策，把吴军分成3支，轮番骚扰楚军。这一招可太奏效了，楚国连年应付吴军的袭扰，人力物力被大量耗费，国内变得十分空虚，楚军将士更是疲于奔命，斗志越来越低落。时间来到公元前507年，蔡国和唐国国君为报楚令尹子长的勒索和拘禁之仇，背弃楚国，与晋吴结盟。第2年，晋国又指使蔡国出兵，攻灭了楚国的附庸国沈国。楚国震怒，在同年秋天就发兵围攻蔡国。吴国君臣一看，倾全力攻楚的良机终于来了，于是吴王阖闾亲自挂帅，任命孙武、伍子胥为大将，弟弟夫盖为先锋，出动了全国3万水陆大军，乘坐战船沿着淮河溯水而上，直奔蔡国境内。子长见吴军来势汹汹，只好放弃对蔡国的围攻，率军回师防御本土。吴军随后和蔡唐2国的军队会师，继续沿着淮水西进。大军进抵怀瑞后，由水路改为陆路向西南行军。之后，联军迅速穿插过大别山，深入楚国腹地，没几天就挺进到了汉水东岸，完美达成了对楚国的战略奇袭。吴军突然出现在汉水东岸，可把楚昭王吓慌了手脚。他急忙派令尹子长、左司马沈尹须、大夫史黄等人调集全国兵力赶到汉水西岸，与吴军对峙。这时候，左司马沈尹须和子长商议后决定，由子长率领楚军主力在汉水西岸正面设防，他自己则率领一部分兵力北上方城，迂回绕到吴军的侧后方，与子长的主力前后夹击吴军。子长一开始也同意了这个计划，可等沈尹须率领部队北上方城后，他又犯了贪功的毛病，害怕沈尹须抢了头功，竟然不等到沈尹须的军队返回，
就擅自率军渡过汉水攻打吴军。吴军见楚军主动出击，立刻采取后退皮敌、寻机决战的方针，主动从汉水东岸后撤。子长果然中计，率领大军一路紧追不舍。吴军则以逸待劳，在小别山到大别山之间迎战楚军，3战3捷。子长连输3阵，只好收拢残兵，在博举列阵再战。公元前506年11月18日，吴军先锋夫盖认为应该先发制人，不等阖闾下令，就率领自己手下5000先锋部队直接冲入楚营。没想到楚军不堪一击，一触即溃，阵势瞬间大乱。阖闾见夫盖突击得手，立刻下令主力部队投入战斗，楚军很快就土崩瓦解，大夫始皇战死，子长则吓得弃军逃往郑国。失去主帅的楚军残部纷纷向西溃逃，吴军乘胜追击。先锋夫盖率军追到雍氏时，楚左司马沈尹须得知子长主力溃败的消息，急忙率领本部兵马从西地赶来救援。吴军先锋夫盖部猝不及防之下被打败，好在吴军主力很快赶到。孙武指挥部队迅速包围了沈尹须部，沈尹须战败后自杀身亡。解决了沈尹须的援军后，吴军一路势如破竹地攻向楚国都城郢都。楚昭王得知前线大败，带着亲信仓皇逃到了随国。随后，吴军攻入郢都，这场震动天下的博举之战最终以吴军的大胜宣告结束。不过，吴军虽然攻占了郢都，却没能就此稳住局面。楚国大臣申包胥前往秦国求援，秦哀公担心吴国过于强大会威胁到自己，于是派遣子普、子虎率领秦军援助楚国。公元前505年，秦楚联军在夷邑击败吴军夫盖部，进而灭掉唐国。随后又在军降、雍氏等地击败吴军，而阖闾的弟弟夫盖趁机返回吴国，自立为王。同年夏，一直依附楚的越国得知吴国国内空虚后，也趁机率军攻入吴国境内。吴王阖闾见国内有变，于是率军向东退守，在公序之西再次被秦楚联军击败。于是阖闾撤军回国，平定叛乱，吴国的实力也因此被大大削弱。博举之战后，阖闾深刻意识到，想要争霸中原，必须先征服越国，解除自己后方的威胁。于是他开始筹划兴兵伐越。公元前496年，吴王阖闾亲自率军攻打越国，双方主力在最里展开激战。越军想出了一个奇特的战术，让死罪刑徒在阵前自刎，趁着吴军注意力被分散的时机发动猛攻，一下就大败吴军。阖闾在这场战役中负伤，不久后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为王。3年后，夫差为了报复仇，率领大军在夫交击败勾践，还把勾践围困在了会稽山上。眼看越国就要覆灭，勾践急忙派遣文种贿赂吴国太宰伯嚭，又献上美女西施讨好吴王求和。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，答应了求和。之后，勾践忍辱负重前往吴国为奴，在取得吴王的信任后，才得以回国。回到越国后的勾践卧薪尝胆，任用文种和范蠡整顿国政，富国强兵。范蠡还施展纵横之术，煽动吴国北上进攻齐宋等国，让夫差无暇顾及越国。就这样，勾践努力积蓄实力，寻找机会给予吴国致命一击。公元前482年，勾践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。他趁着吴王夫差率领主力北上黄池会盟之际，兵分2路，一路兵力从海路进入淮河，切断吴军主力的回援之路，掩护主力作战。勾践则率领主力直奔吴都，击败留守吴军后，顺势攻入姑苏，俘获了吴国太子友。而吴王夫差在中原完成会盟后，才匆忙赶回吴国。可此时的吴军已经疲惫不堪，根本无力与越军再战，只好与越国媾和。公元前478年，越国再次出兵攻打吴国，在利泽大败吴军，吴国自此一蹶不振。仅5年后，勾践率军攻破吴国都城，夫差自杀，吴国彻底灭亡。勾践灭吴后，越国自身损失也很严重。勾践认清了自己的实力有限，并未急于对外扩张，而是采用文种之策，将周来以东割让给楚国，归还了吴国之前侵占的宋国土地，又割让泗水以东100里之地给鲁国，以此与各国改善关系。于是勾践声望大增。公元前472年，勾践参加徐州会盟，被周元王封为侯伯，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。至此，春秋的争霸大戏终究走到了尾声。公元前453年，韩赵魏3家瓜分晋国，打破了传统的诸侯格局，七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。